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去参加同学聚会那天，我的豪车在保养，就随手开了辆国产比亚迪参加聚会，却遭到众人嘲笑。高中时期的初恋更是带头阴阳。我叫服务生帮你挪车吧，别让收破烂的给你当垃圾收走了。转头他又钻入据说身价几千亿的富豪班长怀里，班长得意地朝我炫耀他新提的迈巴赫，说车子是特殊牌照，就算故宫都能开进去。同学纷纷吹捧。初恋在我眼前晃动车钥匙，没见过迈巴赫吧？我愣在原地，这不是我放洗车店的钥匙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赵老板，我的车什么时候才能洗好？临时收到班长通知，要求大家抓紧赶到东方酒店，给高中班主任过生日。毕业10多年，老同学们各奔前程，凑到一起不容易。我推开下午的会议，前去赴宴，想着和多年不见的同学好好叙旧。可平日开的迈巴赫被小兄弟扔在洗车店，老板回复：王总，还得1个小时，给您惊喜呢。为了不迟到，我随手开了辆保姆买菜用的比亚迪去到酒店，以为10多年没见面，大家会异常亲切，可没想到，原本想象中的回忆青春、其乐融融的叙旧根本不存在。全都是打听谁混得好，随后上前恭维，和我平日参加的酒局饭局没什么两样。我起身刚想离开，一个婀娜的身影踩着高跟鞋走进来，香水的味道顷刻铺满包厢。我高中初恋吴柳，他给众人打了招呼，一眼就看见我放在桌边的比亚迪车钥匙。哟，几年不见，我们王生发达了。吴柳的声音微高，让原本无视我的众人纷纷看我，但看见我手边的比亚迪车钥匙，原本带着惊讶目光的同学纷纷转变态度，大笑起来。王生，我还以为你真发达了，就开个破比亚迪啊！酒店外面一溜的 BBA， 要是我开这个破车，都不好意思进门。是不是一会儿聚会结束，还要去跑2单网约车啊？众人的笑声连成一片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吴柳见大家嘲笑我，忽然皱眉，众人立刻闭上嘴。我冷冷地看他一眼，根本不相信吴柳会这么好心。高中时期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我暗恋他1年多，终于鼓起勇气给他写了封情书。吴柳在收到我给他的情书后，不同意也不反对，而是把我约在学校操场。我如实赴约，没有等来他，却等来政教处的老师，他们当场把我带走，狠狠打骂我一顿，还通报全校，给了我一个处分。是吴柳通知的政教处，他则躲在教室楼上一直看我的好戏，还讥讽我：王生，看看你的穷酸样，我爸爸可是上市集团公司的老总，怎么可能会和你这种穷鬼谈恋爱？好了，大家不要笑话王生了。听到吴柳的话，周围的几个同学立马转变态度。你看看，还是吴柳心善啊。吴柳一脸关切地看我。王生，我让家服务生帮你挪车吧，万一叫收破烂的给你收走怎么办啊？话里话外都是对我的嘲笑。众人愣了2秒，笑声更甚。班主任急忙出来打圆场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坐吧。听到老师的话，我强忍怒气坐下来，椅子却不知道被谁挪动了位置，我一下坐空，跌在地上，地上的酒瓶被我撞翻，白酒洒在我昂贵的外套上，刺耳的笑声再次传来。我起身去到包厢厕所里清洁，外面传来吴柳讨厌的声音：喂，
高级酒店的厕所是坐便，不是蹲便，小心你的屁股。我擦衣服的动作一顿，虽然10多年没见，但他还是和之前一样讨厌，拜高踩低，媚上欺下。这样的同学有什么值得我想念的？我给小兄弟打去电话，下午的会议我照常出席。王生，先坐先坐，菜上来了，先吃饭。班长孙杰刚给我打了电话，路上堵车，他估计一会儿就到了。没人理我，只有班主任看出我的怒气，帮我递筷子让我吃饭，笑容慈祥和蔼，和学生时期一模一样。看在老师的面子上，我心有不甘地坐下来，默默吃了几口饭。周围的同学都在对着吴柳吹捧，没人管原本是主角的刘老师。眼见班主任被晾在一旁，我清清嗓子笑道：大家听我说2句，今天是咱们刘春梅老师的生日，我们还是和老师一起回忆旧时光。话没说完，吴柳的狗腿子薛福打断，薛福原本弯着的腰一下直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呵斥：王生，吴小姐还没发话，你算个屁！吴柳高傲的摆手，都是同学，叙叙就没什么。薛福立马扬起笑脸，还是吴小姐格局大啊！扭过头看我呵斥：喂，还不快谢谢人家，谢他！真当这还是初中欺负我那时候呢？既然没有想象中的温馨，我索性起身离开。我一会儿还有个会，大家吃好喝好，这顿饭我请客。话音刚落，众人放声大笑，薛福更是笑得弯起腰。我没听错吧？王生，你这个上学提麻袋捡瓶子赚钱的选手，还装上大款了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顿饭的钱，你就是捡1年的瓶子也付不起。我微微皱眉，众人的话像是一根刺，狠狠扎进我的心里。小时候，父母为了培养我自力更生的能力，故意给我很少的生活费。在学校，我只能靠捡瓶子来赚点钱，也没少被薛福这种人羞辱。他曾经纠集几个坏学生，将我辛苦攒下的瓶子全部扔出学校围墙外。见我愤恨无奈的眼神，还大笑着拍手取乐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的底蕴比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强。既然看不起我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等等，坐在门口的吴柳忽然伸手拦住了我的去路。他张牙舞爪地嗅他昂贵的指甲，轻轻一笑：这地方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孙杰组织的聚会，他还没到，你就要走，不合适吧？吴柳怎么这么维护这个孙杰了？学生时期，吴柳可没少在人前骂他长得是个小矮子，一脸的疙瘩。我皱眉，我说了我会付钱结账，你让开。吴柳双手抱在胸前，怎么不给我面子？老师脸色紧张劝我，小王，你还是等等，最起码吃了饭再走吧。看着吴柳嘲笑的表情，我实在是吃不下去。本是权贵的酒桌饭局上，商政界大佬对我都是彬彬有礼，就算是推杯换盏，都有规矩礼节遵守，还从没有人敢这么对我放肆。吴柳尖锐的声音再次袭来：王生，你要是还敢往前走，就别怪我了。听到吴柳这么说，老师紧张的又拽了拽我的袖子，满脸担忧，小声说：小王，你还是坐下吧，他家毕竟是本市有钱的富豪，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啊。在场的同学们都斗不过他，还是暂时忍一忍吧。我扭头拍拍老师的手，让他放心，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，除非本省的几位大佬坐下来开会一致同意，并下发红头文件，否则我的地位还远不是吴柳这种小角色能轻易撼动的。我倒要看看
吴柳能对我怎么样？见我还要走，吴柳朝我身上轻轻一撞，忽然倒地痛哭。我目瞪口呆，碰瓷！门外立刻冲进来几个黑西装墨镜的彪形大汉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吴柳装模作样的挤出2滴眼泪，指着我大喊：就是他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几个保镖一拥而上，把我控制起来，按在墙上。众人纷纷拍起马屁，不愧是咱们本氏大家族的保镖，出手就是稳准狠啊！好，好！薛福兴奋地大叫，鼓掌鼓得双手通红。吴柳嚣张走到我面前，哼，王生，学习好有什么用？据我所知，你高考结束后就是去了外地上班上学，好像做了点小生意吧？我一个保镖，月薪都3万，你能挣到这么多钱吗？哇，这么多！薛福首先张大嘴巴，随后狗腿子一般的凑上去。吴柳小姐，不知道您手底下还缺不缺人？吴柳眼睛里闪过一丝厌恶，他一个眼神，身旁的保镖上前几步，薛福只得灰溜溜退到一旁。他身上香水味让我忍不住扭头。周围同学的表情都异常精彩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，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就连老师也只是担忧地看我，不敢上前对吴柳说什么。我不屑地笑了笑，说我做的是小生意吗？那他还真是没见过世面，怎么还不承认？见我不说话，吴柳嗤笑一声，上回我可是亲眼看见你在城边上的农田扛着一箱橙子直播，就是个农民工的样，装什么大款啊？他不屑地翻了个白眼。听到我和农民在地里直播，众人笑声渐起，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土里刨食的农民。怎么了？农民就活该被你们笑话吗？我很气愤，周围人的笑得更大声。那场直播其实是我们集团做福利的一场助农直播，不仅是面向观众，还是对省里大佬的工作汇报。我刚要开口和他解释清楚，吴柳见我不屈服，用手指狠狠捏住我的下巴，逼迫我和他对视。高中那时候，你不是很喜欢我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我有男朋友了，就是咱们班长孙杰。吴柳甩开我的下巴，嫌弃地擦擦手，高傲地看着我。薛福在一旁嚷嚷：啊，孙杰，就是咱们班外号叫蛤蟆的那小子，矮胖丑，还满脸疙瘩。话音刚落，吴柳抬手就是2巴掌甩过去。闭嘴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众人目瞪口呆，没有想到吴柳会和他谈上恋爱。学生时期的孙杰又矮又胖，还满脸疙瘩，对比起来，我比他帅多了。谁也没想到吴柳居然这么不挑。薛福捂着脸不住地道歉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吴小姐，我有口无心，有口无心。见此情景，周围的人开始按住心里的厌恶，违心祝福吴柳，恭喜恭喜，什么时候结婚说一声。我们这些老同学也沾沾喜气，我只是冷眼旁观。怎么样，王兴，羡慕我们吧？吴柳朝我炫耀。我淡淡开口：能让你看上，孙杰这小子应该发达了。吴柳哼道：来这么半天，终于听见你说了一句人话。说起孙杰，他面露笑容。我找男朋友当然不是只看外表，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当然是内在。他现在可是混好了，不光有几千亿的身价，更重要是本市各个大佬的座上宾。别看我男朋友这么有钱，他行事却异常低调，平日座驾只是一辆迈巴赫，但车牌是特殊号牌，任何地方都不能阻拦他的进入。我瞪大眼睛，吴柳见我的表情异样，痛快地笑起来：羡慕了吧？周围的人纷纷夸赞，班长真是青年才俊。
我们开飞机都追不上啊！班长和吴小姐天生一对，真是郎才女貌。王生还不跟我们吴小姐道歉。一会儿班长来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薛福冲到我面前，恶狠狠威胁我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转头大笑，看这小子被吓傻了。吴柳夸张地笑出来，我露出疑惑的表情。孙杰这人设怎么听起来跟我一模一样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包厢大门被人推开，一身西装的孙杰从容走来，身材和模样同高中没什么变化。吴柳顾不上我，飞扑到他怀里，对着满脸疙瘩的孙杰含情脉脉，娇羞地喊：杰哥，你怎么才来？哦，路上堵车了，听说是市里的各界大佬去开会，路上交通管制。吴柳眼前一亮，能不能带我去？孙杰满口答应，当然可以了，宝贝，你忘了我的特殊牌照了吗？就算是我把车子开进市里大佬的办公室，都不会有人敢拦我。吴柳双眼冒光，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我杰哥真厉害。孙杰的疙瘩还泛着油光，恶心的我差点没吐出来。孙杰看见被保镖控制住的我，冷笑一声：哟，这不是王生吗？怎么这么狼狈？不牛逼了？我皱眉，很多年没见了，没想到他一开口味就这么冲。四周的马屁精听到两人的对话，纷纷开始对孙杰吹捧。好久不见了，班长，真是越来越帅了，有什么机会也想着咱们老同学点。孙杰搂住吴柳，在众人恭维声音中昂首挺胸起来，他沉浸在得意中，昂起下巴问我：王生，你之前朝思暮想的女人被我搂在怀里，你什么感想？吴柳用手轻捶他，捂住脸，娇滴滴地喊：杰哥，你真讨厌，他没娶到我，当然是羡慕嫉妒恨了。孙杰猖狂地笑起来，我缓缓开口，震碎他们的幻想，祝你们永远锁死，别让吴柳这种贱人流入市场霍霍好人了。你……吴柳即刻变了脸色，孙杰抄起一旁的酒瓶摔碎，怒视我：妈的，给脸不要脸，快给我女朋友道歉！吴柳顺势窝在他怀里哭起来：杰哥，你看他，你可一定要给我出这口恶气！孙杰抄起一旁的酒瓶子，就要往我脑袋上敲下。我瞪他一眼，上位者的气势尽数展露。孙杰忽然就怂了，拿着酒瓶的手软下去。我知道他这是慌了。吴柳看着他软蛋的表现，发起脾气：外人欺负我，你就这么对我是吗？孙杰慌忙摆手：不是，不是，今天是老师的生日，见血也不好啊。吴柳哼了一声，看着我好整以暇，他仍然气不过，指着窗外对保镖说：去，把他的破车给我砸了。保镖应声而出，孙杰却慌忙让保镖停下。他问我开的是什么车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吴柳还是第一次见孙杰这么慌张。王生就开一个破比亚迪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整了整衣领，抬手看了时间，快到了下午开会的时候了。到时候市里的大佬们都会来到这里砸我的车，希望你们别后悔。我淡然地回答。吴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：哎呦，王生，你还真是把自己当人看了。把他带到停车场，我要让他亲眼看见自己的车变成破烂。保镖推搡着我来到停车场，比亚迪的小个头夹在一众豪车里面，显得异常可怜。几个保镖拿着石头铁棍就往车上砸。干什么呢？站岗的一队保安匆匆赶来，领头的保安队长呵斥：市里各行各业的大佬下午要来这里开会，你们不要给我们酒店找事情。几个保镖看向吴柳，吴柳不屑地冷笑：
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？有什么人是我们惹不起的？他催促孙杰表露真实身份。我也好奇地看着他，这小子到底是不是半瓶水晃荡？孙杰心虚地朝我这看了一眼，磨磨蹭蹭拿出兜里的车钥匙。吴柳上手抢过来，按了一下，不远处的迈巴赫闪了灯。保安看见特殊拍照，连忙对吴柳90度鞠躬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们打扰了。”一群保安迅速离开，跟在后面看热闹的同学都倒吸凉气。没想到这个牌照的威力这么大，怎么看傻了？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上流社会的世面，这恐怕是你第一次见迈巴赫吧？吴柳垂下车钥匙，在我眼前晃动，嘲笑我的无知。我笑了笑，这车我当然见过，还天天开呢。他手中的车钥匙就是我放在洗车店的那把。别等了，给我砸！吴柳一声令下，保镖继续动手，薛福更是直接从人群中冲出来，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，和保镖一起打砸我的车。吴柳满不在乎地吩咐：“没吃饭啊，使劲给我砸！”没多久，我的比亚迪就被人砸成废铁。吴柳满意的拍手，我兜里的电话响起来，小兄弟询问我在哪里，市里的大佬们都等我去开会。我车被砸了，那就改个地方，让人来吧。我就在东方大酒店。什么？大哥，哪个人敢砸你的车？吴柳走过来，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大力摔在地上，手机被摔得4分5裂。见我沉下脸，他笑嘻嘻，用手指着被砸成铁片一样的车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了，老同学，你说怎么就把你的车弄成这样了？只要你跪在地上给我磕10个响头，这车和手机一共多少钱？我10倍赔给你。我勾起嘴角，10倍？真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？等那些大佬到了，恐怕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了。看热闹的同学纷纷起哄：“妈呀，10倍赔偿，这是泼天的富贵啊！”王生怎么不说话？是被吓傻了吗？还不快跪下来磕头谢谢吴小姐！吴柳身后的孙杰则弯腰准备悄悄溜走。后面的同学忽然出声：“大家快看！”一行整齐的考斯特车队缓缓朝东方大酒店驶来，一个又一个平日里只能在电视报纸见到的大人物鱼贯而出。同学们都闭紧嘴巴，大气不敢出。吴柳见到身穿黑色行政夹克的大佬们，赶忙跑上去笑脸相迎：“各位领导下午好，我男朋友还说带我去各位领导的办公室看看呢，没想到咱们在这见面了。”最前面的大佬听到这话不禁拧眉：“你是谁？你男朋友又是谁？”吴柳的笑容凝固片刻，指了指身后的孙杰：“这是我男朋友孙杰。”我笑出声，孙杰羞愧地低下头，不敢说一句话。大佬们面面相觑，完全不知道他说的孙杰是谁。秘书打扮的人很有礼貌地推开吴柳：“这位女士，我们不认识你，请你让一让，不要挡路。”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尴尬。吴柳目瞪口呆，随即看向孙杰，后者不敢和他对视，立刻将头扭过去。秘书看见站在一旁的我，他眼前一亮，正要把我介绍给大佬认识。毕竟今天下午的招商引资活动关系到市里未来数年的发展，和我的关系一定要搞好。他的手还没伸过来，下一秒，吴柳尖酸刻薄的声音传来，他用手使劲推搡我，破口大骂：“王生，你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？各位领导都在这儿，要进去酒店开会，你却挡了各位领导的路。”他像是训孙子一样对我劈头盖脸的怒斥，秘书的脸色都青了。
冲他大声呵斥，闭嘴。随后小跑过来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。王总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看见您了。市里的大佬们也明白我就是省里介绍的隐形富豪，纷纷走上前，挨个和我握手问好。人群顿时炸开锅。天啊，王生他居然不是一般人！快掐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不可能吧，一个开比亚迪的人怎么可能混得这么好？你们有人在富豪榜上看见过他的名字吗？质疑声四面八方传过来，愣在原地的吴柳被质疑的话语激活，冲到大佬身边，指着我怒斥：各位领导，你们都认错了，这人分明是个骗子，他就是个废物，小时候就是个穷鬼，只知道捡瓶子换钱，哪有什么经商头脑。他义正辞严，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模样，在数位大佬面前滔滔不绝。此时此刻，吴柳还在幻想孙杰是他的真命天子，两人婚后会在整个省里横着走，而我不过是一只庸庸碌碌的蝼蚁，一辈子只能趴在泥土里仰望他的虫子。可惜他的认知也就仅此而已。大佬听出来了不对，看了看我，又看看吴柳，还有想要跑路的孙杰，拧起眉头，刚要开口，一辆私家车忽然停在我面前，驾驶室的人飞快地窜出来，冲着孙杰就是响亮的一巴掌。混蛋小子，让你给客户洗车，你怎么敢私自偷开客户的车？众人都懵了，原来孙杰的车竟然不是他的，他居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洗车工。方才对孙杰夸赞的同学纷纷换了一副嘴脸，对着他破口大骂。我就说这小子怎么能发家致富了？你们看他脖子后面的西装吊牌都露出来了，这衣服怕不是租的，装完笔还回去吧。他刚进门的时候我就看见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富豪的装饰，都没敢说话。看他长得哪个穷样子，就不像是能发财的样。吴柳瞬间和他拉开距离，想到几分钟前自己还当众亲过一个洗车工油腻的脸，他捂住胸口差点吐出来，恶心死了。这个该死的孙杰，你们别愣着，跟他一块打这个骗子。吴柳立刻让自己的保镖一起打人，几个人直到孙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才住手。赵老板从他身上摸出钥匙，心有余悸。该死的孙杰，那可是王总的车，惹恼了他，我都没有好果子吃，你不要害我。打完了孙杰，赵老板看见我，表情一致。王总，您怎么在这里？略带颤抖的一句话让众人都沉默了。赵老板哭丧着一张脸对我道歉：王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管好手下的人。一边说一边给我90度鞠躬，把车钥匙还给我。众人倒吸一口冷气，这才明白我并非是之前的穷小子，而是颇具实力的富豪。吴柳瞬间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他脸色惨白，站在原地如遭雷击。原来他引以为傲的富少都是假的，都是孙杰骗他的鬼话。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这辆车居然是我的，是他最看不起、最讨厌的人的座驾。看戏的同学们纷纷闭上嘴巴，冲锋在前欺负我的薛福，更是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边给我道歉边猛抽自己巴掌。王总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我心生厌烦，一脚将薛福踢开。吴柳也愤恨地踢了薛福一脚，不过他仗着自己是富豪之女，对我的态度仍然很嚣张。王生，我允许你来追我。他昂起下巴，仿佛追他是对我的恩赐。秘书没憋住，
笑出声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摇摇头，面对无知的吴柳，悄然叹气。吴柳见我在大庭广众下驳了他的面子，气得跳脚，立刻指挥保镖来打我。可几个人还没冲到我面前，身旁大佬甩过去一个眼神，周围的便衣警察一拥而上，将几个保镖利落制服。吴柳的拳头紧握，美甲都崩掉几片，他眼睛里像是要喷出怒火。他妈的王生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在本市追我的人多了，我给你一个机会是看得起你，少给我装什么清高。老娘有的是钱，拿出来能砸死你信不信？我微笑看他，有钱是吧？砸了我的比亚迪，你怎么说？吴柳呸了一声，一辆小破车而已，能值个几万块？我直接赔你10倍。我伸出一根手指头，100万是吧？谁没有啊？吴柳掏出手机，作势给我转账。我沉声说，远远不够，我要1000亿。吴柳被我说出的天文数字弄得不知所措，反应过来后大笑，王生你真是疯了，一辆破比亚迪叫我赔你1000亿？你这车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？赔不起。我耸耸肩，好啊，说明你不识货，打电话叫你爸过来，让他看看我这车值多少钱。吴柳撇嘴，你也配见我爸？我爸日理万机。话音还未落，秘书已经拨通了吴柳爸爸吴公的电话。吴柳听不懂我的话，他当然明白我话里是什么意思。我集团对本市的投资正好是1000亿，如果这件事得不到很好的解决，我这笔款项就不会落在这里。亲娘嘞，影响仕途的大事啊！喂，吴公，马上来东方大酒店一趟，10分钟内不到你自己看着办。吴柳是个傻逼，他并没有注意到形势的严峻，听到秘书一个电话就叫来他爸后，反而比之前更加张狂。王生，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，你的车被我砸了，我说10倍赔偿，又说给你100万，没想到你不识好人心，全部不要。等过一会我爸来了，你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此言一出，周围的大佬们脸色都黑了，威胁我，这是在当众向我说明当地的治安环境有多差吗？秘书气得用唇语骂了几句脏后，随后俯身在我耳边解释，王总，这人脑子有问题，您可千万别听他的瞎话，对我们当地的投资环境，您请一定放心。我笑了笑，远处一辆劳斯莱斯正疾驰而来，吴公从车上下来，看见吴柳，怔了片刻，女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秘书指了指我被砸的比亚迪，吴公，你女儿把王总的车砸了，你给个说法吧。爸，就是一辆破比亚迪而已。吴柳跺着脚，气鼓鼓地说，他没有想到自己就随手砸了一辆破车，竟然能把他爸叫来。吴公看了看我，一脸茫然，他并不知道当地有位姓王的富豪，因此面对我态度嚣张起来。王总就开一辆破比亚迪的主，也好意思叫王总？秘书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。吴公轻视我的话一出口，吴柳的气焰顿时又回来了。他双手叉腰，冷笑，怎么样？你以为你那辆特殊牌照的迈巴赫能在我爸面前横行霸道？吴公一听，脸色陡然转变。小柳，你说什么？什么特殊牌照迈巴赫？他今天听几个领导说，有位隐形富豪要来市里投资，出手就是1000亿资金，开一辆特殊牌照的迈巴赫，就连故宫都能进去。吴公联想到秘书打电话时冷漠的语气，小心翼翼地看向我，见我露出微笑，他心里咯噔一声。吴柳还没意识到
问题的严重性，随意抬手一指，诺，就是那个 WS123，该死的孙杰，他一个破洗车工，还骗我说牌照是他定制的。吴孙首字母，想到刚才亲他，吴柳整个人快要发疯，他拼命擦着口红，完全没注意到。吴公看了一眼车牌号，整个人呆若木鸡。王生，我笑眯眯回应：是我啊，吴总 ，WS123，我的名字首字母外加生日。吴公整个人瘫倒在地，嘴里喃喃念叨：完了，完了。吴柳奇怪，一向稳重的父亲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拉扯吴公的胳膊：爸，怎么了？你浑身抖什么？不就一辆破车，你还赔不起吗？闭嘴！吴公听到吴柳对我这么放肆，站起身来就甩了他2个巴掌。随后他恭恭敬敬给我点头鞠躬：王总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，他犯下错事，希望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他。爸，你干什么对他低头？吴柳看到吴公对我道歉，急得冲上来要挠我的脸，下一秒就被几个便衣按倒制服。吴公虽然心疼女儿，却也不敢多说一句话，他满眼哀求看着我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：王总，求您放了他。吴总听到我喊他，吴公慌忙抬头和我对视：你要是知道刚才你女儿在包厢里对我做的那些事，就能明白，我没让警察抓她进去，就已经是看在同学的情分上了。吴公脸色惨白，他很明白自己女儿平日在本地横行霸道习惯了，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就给他打电话求助。这些年虽然惹下不少祸事，却没有真正接受过惩罚。吴柳被便衣按倒，嘴上却仍不老实：爸，你快起来，别给这个人下跪。王生，你好得意啊，对不对？你等着，等我没事了，我一定找人弄死你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几个大佬都变了神色，这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。班主任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包厢出来，看见狼狈的吴柳，慌忙摇晃我的手：小王啊，都是同学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是叫人把小吴放开吧。老师不知道真相，他只是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学生受罪。之前在高中，我被薛福欺负的时候，一向好脾气的老师为了替我出头，不惜和有意包庇学生的校长吵架，也要让几个欺负我的男生停课退学，背上处分。而看到吴柳的样子，他更是眼圈一红，落下泪。一个小姑娘，不至于让她进去昂，算老师求你了。听到老师求情，我的心确实软了几分，刚想要开口把人放开，吴柳却恶狠狠盯着班主任，疯癫开口：呸，死老太婆，你装什么装？你不就是看上我家有钱，想借机和我搞好关系吗？告诉你，没门！老师被气得直喘气，脸色通红。我赶紧把人扶到一旁坐下，既然如此油盐不进，就让他接受应有的惩罚吧。我刚要叫便衣把人带回去，吴公飞快地起来，再次给了吴柳2巴掌。你知道你今天闯了多大的祸吗？那辆迈巴赫代表的可是省里甚至更高地方的态度，我一个商人怎么能惹得起？你说咱们家有钱，人家一出手就是千亿的资金，把咱们家卖了都赔不起。吴柳这才明白我的身份，一瞬间他眼中闪过各种情绪，最后只剩下深深的畏惧。王生，不对，王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他拼命挣脱开便衣的控制，跪在我面前哭成泪人，磕头求饶。晚了，我缓缓吐出2个字：吴柳，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
你只是知道我比你有钱，害怕了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还会这么对我吗？吴柳的哭声渐渐止住，我的话让他哑口无言。吴公看着垂头丧气的吴柳，想要帮忙，却无可奈何。谁让他平时嚣张跋扈惯了，如今栽个大跟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他猛地抽了自己几个巴掌，都怪我没教育好女儿，如今的地步全是他咎由自取。几个便衣把人带走，吴公眼睁睁看着女儿离开，只能暗自落泪。这件事怎么处理，全在我一念之间。我转身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同学，他们脸上的嘲弄已经完全消失不见，一个个都陪着笑脸看我。我冷笑一声，一群见人下菜碟的玩意，从今往后咱们不会再见面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